我锻炼了自己的吃苦耐劳、勇于拼搏的精神。在台上，我觉得各位企业家可能会对我的创业经历感兴趣，我已经做好准备回答各位企业家的提问。非你莫属，我来了。王慧琴，女，28岁，山西人，成都理工大学硕士，马克思主义专业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慧琴，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，是非你莫属4年的忠实粉丝。然后在校期间呢，我曾经多次兼职，也自己创过业，做过餐饮，做过教育。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，希望寻求一份活动执行、教务管理或者助理类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你长得有点凶哎。有吗？对啊，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凶，我觉得你长得更凶。没有呀，我同学都觉得我挺随和的。随和一般是说年龄大或者是长者才会说自己很随和。我也有点。年轻人一般都是说我亲和力不错。有点不年轻了。你才28，你都不年轻，我不是要去死？没有。王慧琴，兄妹6个，高考3年，结婚太早，和丈夫创业。你结婚没有太早。结婚多少嘛？去年结的。27结婚啊，不早。有孩子吗？有，宝宝8个月。这还不早啊，刚结婚就有孩子。你是28岁，那你们家超生好严重啊。是。所以你们家超生5个，你们家罚款得罚多少啊？是罚了很多，所以我说我爸爸很伟大，因为还很伟大呢，给社会增添违反国家政策还很伟大呢。没有，当时他把我们养活大，我觉得很伟大。这个很伟大。是，然后并且他一个人种地供了我们6个大学生。是6个大学生。对。哎呦，这爹真不容易哎啊！来，你们全家是不是在当地特别出名？也没有。家里6个全是大学生还不出名？在村里面可能会好多人出来说哇，他家挺厉害的。说我当时其实小学、初中那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都上学都还挺好的。但是我高考考了3年，确实我上了高中以后没有很努力的在学，然后也因为我们那边小县城里面那个教育质量确实也不太高。你们家有研究生吗？我2姐夫是。你是吗？我是。就俩研究生啊？其他的没考？我多读了2年，当时那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弟弟一起上的，然后大4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准备考研，但是就在考研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我爸爸突然生病啊，所以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很正常。对，就是我弟弟当时就是考研结束以后，他自己都没有查成绩，就是我们全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考研考上了没有。但是我当时也是刚刚打线，然后所以家里那时候就所有人都特别希望我去读研究生，所以我后来去了，我弟弟就没去，然后他现在已经工作3年了。就说实话，他们家还真不是重男轻女，生下来了之后都平等对待。一个姑娘考了3次，最后还让她上了，弟弟没上。那你跟你丈夫是同学？没有，我们是在参加一次公益活动的时候认识的。他本科毕业，然后呢，他是比我小3岁。哟，可以啊！当时结婚的时候，其实家里还是也不太同意，觉得小了是吧？对，但是呢，我当时就想到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，然后对你有多好？举个例子。挺会照顾我的，就比如说平时，我喜欢玩手机，然后每天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，我的手机从来不让我带进卧室，因为他说对眼睛不好。每次都是，他进卫生间去试那个水，如果说温度可以，才让我去洗。哟，我天哪！所以我当时也是义无反顾的就决定要嫁给他。所以呢，就是结婚以后呢，就觉得其实压力还蛮大的。当时是觉得我可以早点结婚，然后第一方面是考虑就是我可以减轻一点家里的负担，第二方面呢，我觉得就是结婚怎么会减轻家庭的负担？就是我觉得我平时一直都在花爸妈的钱，或许你读研究生了，你还花爸妈的钱？有。你研究生了，你还花爸妈的钱，怪不得你爸会病了。对，是确实。对吧？这也太不懂事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家里6个姊妹，研究生你还花家里的钱。
是有，但是我也没有花太多，我的学费都是贷款，然后平时呢，我也靠做一些兼职啥的，生活费也。你在学校干过什么兼职？刚开始的时候发传单做促销，然后后来做家教，在培训班当老师，因为我本科是学师范专业的。我这上面看你跟你丈夫也在创业。哦，对，是。其实我是一个行动力还是比较强的人，当时在家里待了几个月以后，我觉得我挺无聊的，然后就想做点事情，然后正好正值赶上快要放寒假，当时就跟我老公说是，要不我们试试做个辅导班，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上大学，马上要毕业，然后说做就做。当时房子都是找的亲戚家的，然后桌椅板凳都是借的。这一页就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个创业项目，然后当时我们第一天开学的时候是只有4个学生。然后这是过年之前，然后我们拍的一张合照，然后我们就是开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有20多个学生。我在这里面主要负责一些，就是从我们辅导班前期的策划、招生，然后宣传，还有就是在辅导班开始以后跟那些家长的沟通，还有课程的安排。我有点逻辑上，我有点想不明白啊。第一，其实你是贫寒家庭出身。对，是希望给家庭分担的，对，但你偏偏结婚很快，生孩子也很快。事实上，你在毕业之后，你没有真真正正的怎么走上过职场，对不对？这个逻辑就不通啊。按道理来说，你应该赶紧找工作，挣钱，分担家庭的压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没找工作，你反而生了孩子。我觉得从几方面考虑吧。首先，结婚是有点早，因为我还没毕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结婚这种事情，只有合适的人，没有合适的时间。那生孩子呢？生孩子呢，是我觉得首先我考虑到我年龄也不小了。第二个呢，我是考虑到如果说是因为我去年研2在学校确实学业不是特别繁重，所以说我考虑到生完孩子以后我再出来工作的话，我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。那生完孩子以后你应该找工作，但你没有找，你创了业。因为创业是因为去年毕竟在家里面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县城嘛，然后其实你除了考公务员、考老师的话，其实你要找企业，其实还是挺难的。那暂且这个说得通，但为什么这次突然跑到非你莫属来求职？你以前都在2、3线城市。首先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，我在这里可以跟各位企业家还有各行各业的精英，然后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。那你应聘这次工作单位是回家带孩子，跟孩子在一块儿还是？不用回去。那你孩子这么小，你8个月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婆婆帮忙带，因为生活本来压力挺大的，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说是去待在家里看小孩。不是没有资格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生他，你不养他，你不带他，你生他干嘛呢？我5个多月的时候就断奶了。对，我去学校吧，我要写毕业论文。所以啊，你这会儿你说我自己生活特别艰难我没有资格去选择，你当初别这么早要啊。是，确实是。我再追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学的本科是学的师范，你又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研究生，汉语言文学跟马克思主义也是有结合。选择这个专业对你的未来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辩证哲学的思维其实能用到很多很多的地方，比如说我找工作，我也肯定有一个主次，不是说今天就是哪里都可以去，或者是哪件事情我能做，我有我自己擅长的，也有自己不擅长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硕士专业当时我想的是，可能是一个硕士的学位对我来讲可能会比较有用，所以我在研究生期间，我确实是尝试着做了很多很多事情。其实你最关键的核心点是要一个文凭镀金。对吧？对，是的。但这个学位你又没有在职场上用到，你创业去了。不，我现在是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不认同你现在就离开孩子。确实。不认同我是想的是，如果说是你想在天津落户是吧？对，我工作稳定以后，我肯定是希望把宝宝接到身边的。慧琴，你刚才一直讲你的这个专业这个主次这些思考对你有用，但是你的人生的所有的选择，你的这个主次都是颠倒的。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。他虽然出身贫苦之家，但其实生活的贫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生活的拮据，他其实挺受宠的。后来当他找了一个比自己小3岁的老公，老公又没什么主见，他一个被家里宠惯了的人，突然之间又开始做老大做主，就变成了这种逻辑的混乱，你明白吧？